窗口技术简单、可靠、价廉，无处不在。窗口测试工具也很多，今天介绍一款独一无二的窗口助手 TestPod， 是我研发完善20多年的结晶，并取得软件著作权，可以工作在字符或自己模式，自动添加异或、累加和、循环冗余校验码，自动添加基维码，可充当主控机循环测试数控机，也可模拟数控机用来完善主控软件。现在分享给大家，免费使用，如果能商用也是你的本事。这款软件的全称为 Communication Test on Serial Port， 用来测试窗口。这边呢，菜单 System Setup 是用来设置参数，我们可以通过会计方式进行 Setup。这边呢 Port Setup 是经典的参数，包括 Flow Control 流控制、Connection Preferences 这些参数。还有一个，这是一个是波特率9600，这是窗口。我们这边的 COM4 跟 COM5 是连在一起的，我这边选择 COM5。这边呢是在字符的模式下，它会自动删除空格。这边呢是自动大写通信协议，这边是收到数据以后呢会响一声，这边是将数据长度的间隔为5个字符的，将这个数据呢连在一起。然后这边呢是协议的我们呢做最简单的首先我这边呢是字符模式字符模式，这边呢也一样的，因为我们两者之间要通信，所以呢它们的通信参数呢要一样通信参数要一样。然后这边是 COM5， 这边呢是 COM4COM4 跟 COM5 连在一起。然后这边呢我们不要就这边响，我们 OK。 然后这边呢打开窗口 COM4， 打开窗口，这边呢 COM5 打开窗口我们来一个 Hello， 发送，那边就收到了为什么是这个小写的，为什么这边变成大写了？因为我这边呢设了一个参数，这是自动的大写，然后我这边如果这样再发过去的就是小写了这是真实的大于号，是正式发出去的。这个呢是发出去的这个 tick count， 计算机开机以来的 tick count 毫秒数，这是当前的这个时间，这是一个标签。因为我们在测试设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边呢是当前的数据，这是历史数据，还有窗口的这个状态窗口的状态。现在如果我们这边呢加一个空格发过去，空格呢就自动删除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边呢有一个自动删除空格，如果我将它去掉 OK 发送这边空格呢就发过去了就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们来一个校验码，现在我还是字符方式，这是可见字符现在我来一个校验码，我们呢简单一点加一个累加校验码，我们来一个A1 发送。它发送的是 A172， 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 A 的阿斯克码是什么呢？41，然后1的阿斯克码是31，我们用计算器来算一遍，
这样72啊，所以呢，最后呢，就是说24个码相加得到这个字节72，然后再将72呢变成字符发过去，这就是自动添加累加和校验码。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自动添加易货校验码发送啊，就是70了。为什么是70呢？41这边呢，易货41易货什么呢？41易货这个41易货31，结果是70啊，是故事的发生就是这样的，很简单。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加一个什么东西呢？加一个循环荣誉校验码啊，这个算起来呢就比较复杂了然后发送，你看 A1 它自动循环荣誉校验码是 F034，还可以再加 checksum， 这是 TCP/IP 协议里面的校验码 OK， 然后呢再发送一般我们常用的校验码呢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那个易货累加和现在呢我们还可以加一个什么呢？加一个 CR 现在我们发送A172 后面呢就多了一个CR， 这是。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这边有个声音，我收到数据以后我这边发送可以听到这边听到有声音的如果就闭着眼睛在测试，一直听声音，如果声音断了就表示设备呢有问题这个是字符的方式。现在我们将校验码的计算，这个计算器呢我们给它关掉，下面呢我们以 hex 的形式字节的方式去发生数据我们就这样去发送。这边呢可以 clear 可以这样可以清除点这个焦点 clear 就可以清除。我们发送4142， 24个码是4142发过去，那边呢就会收到什么呀 AB， 这个41这个字节对应的字符呢就是 A，42对应的就是 B。当然我这边呢可以这样可以乱七八糟的，它呢会自动的处理两个一组呢发过去发送。这边收到的还是 AB。我这边的 view 可以 delete space 这样就是删除了，然后 insert space 这样的话就比较漂亮了。现在呢因为是计算机监控，它可能什么数据都有，比如说字节00它是什么东西呢？代表8个开关的状态，它全部是闭合了或者断开了，然后再来一个13，我现在发过去可以发现没有了就一个 AB， 后面的就没有了，是这么个东西了。为什么呢？我们学过 C 语言，我们知道 C 语言这个字符串是用什么结尾的呢？它是用0结尾的，0就将字符串给截断了，所以我们这边呢不能用这个字符方式接收，我们呢要用这个字节的方式接收 OK， 然后发送这边呢就全部收到了，我们给它清掉再来一遍这就全部收到了
现在呢，我们再加一个回车符，CR， 然后发送。这样就看得很清楚了。我这边有没有零 D 呢？没有零 D， 但正式发出去的数据呢有零 D， 这边呢也收到了，这边也收到了。如果我换一个，这个零 D 是什么意思呢？现在的光猫它拨号的时候呢要加一个零 D。现在光猫，如果是POP3 协议，它加的是什么呢？ CRLF， 我来一个发送。这边呢多了一个什么呢？ 0D 0I， 这个所有的数据呢都看得见。我们要看得更舒服一点呢，这样就可以了。在这个设置窗口呢，我们已经讲了显示的模式，这是字符这是字节。下面呢结尾码呢有没有的？有 CRLF 的，现在我们这边呢给它清掉。然后这边呢有校验码这是没有的。然后这四个。现在呢我们到那个 master 自动主控机OK。然后呢我们呢在这个地方呢通信协议这是自动主控机的这个协议我们看一下，这边呢是加一个易获校验码，加一个回车符，比如说我们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呢通信协议，这是一个真实的通信协议。我们呢可以这边点这个第一条我们 test 就会呢自动的将这个真实的这个校验码算出来，然后加上一个校验码，真实的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这边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这边是每过2秒自动发送，每过2秒自动发送的，每过2秒自动的发送的是这个通信协议 master， 这是主控机每过2秒呢发送一次通信协议。主控机每过2秒发送一次通信协议，每过2秒。现在呢我们给它关掉重新来开始。可以发现这个通信协议呢一直在变化这是校验码，结尾码是 0D。 我们再看这个地方，它就是一共是7条通信协议，它循环来，第1条、第2条、第3条循环的发送正常情况下呢，它这边呢会有响应它会有响应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还可以在这边呢，我们可以记录这个 error， 如果点下去，它响应以后呢，就是说我会有一个记录，它的校验码、结尾码对不对，然后进行统计。如果点一下这个，我发过去的数据，原来这个地方是空的，原来这个 slave 这个地方是空的，我不断发过去，然后这个record 自动的记录 protocols。现在记录的是什么呢？因为是主控机的模式，它就会我这一条发过去，它呢就会主动的将这个响应呢记到这个地方响应记到这个地方。同时呢还可以进行一些测试。这是主控机模式如果是受控机模式怎么回事呢？它呢发过来，然后它这条协议如果正确的话呢，它自动的将这个受控机的协议发回去这是受控机的模式这边呢就不演示了，受控机的模式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一个大型柴油机组我也不可能就是说一直在柴油机组旁边去研发，那我只要将这个通信协议呢拿过来就行了，然后进行这个测试。
你这不就是你发一个东西你回来吗？你回来的什么东西，我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发给你，你给我响应就行了，这就不需要到现场去工作。现在我停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通信协议 protocols。我现在是主攻击的模式可以看一下这个我现在是主攻击的模式现在呢我这边呢有一个 hex 星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将这个8变为一个星，它发送这个主攻击协议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将这个星号变成什么呀？0到 F 自动的变成0到 F 如果我点 decimal 十进制，它会将这个星号呢自动的变成0到9这就是有一个随机性刚才的这个主攻击呢还有一个测试报告我不断的发送，它这个数据回来的时候呢有错误，然后我就记下来，什么时候错的呢 tick count 计算机开机以来的毫秒数，什么时间呢这是一个具体的时间，数据是怎么错的呢？校验码怎么错的呢？将它记录下来，然后这边统计，我一共发送了27条指令，正确的有3条错误的呢有10条，14条没有响应，这个正确率是多少这样呢就比较方便。 System 下面呢还有一个 phonebook， 这是以前的用于调制解调器的这个拨号，这个就不说了。下面有一个 View Topmost， 这是最顶层的这样的话你看这个就没办法覆盖它，这样的话就是说便于测试的时候呢放在最顶层这样呢就去掉了。这是 Insert Space， 为了便于数据的可读性，这边1234，然后 Insert Space 它就变成一个字节有一个空格，这样就比较舒服如果是这边呢是字符协议这边就变成 char， 然后 Insert Space 它就变成1234然后 Delete Space Insert Space 一个一个的给你分得比较清楚，然后 Open Close 对应 Open Close， 然后 Send 对应这个 Send， Dial Caller Dial 呢就是拨号的这个是来电显示，这是以前的调制解调器使用的情况。下面呢有一个 Tools Parity， 它是用来计算校验码的，比如说我这个41444这是16进制 add， 然后呢这边是 calculate 这就变成85了，它就计算的结果。亦或就是05，前面两个41的4 44的前面这个4呢两个一样就变成0了，1跟4亦或呢就变成5，然后这边呢可以计算这个就是说临时的计算一下，然后这边长度是什么呢？计算一下，这是2个字节的长度这边呢 clear 就清掉了， split 就给你分开 clear 就清掉了。然后我这边呢如果有一个求它的阿斯克码如果是大写的字母 A， 翻译一下 transform 就变成41了再来就没反应如果将这个去掉，再来一个 transform， 它上面的阿斯克码呢给你转化为这边的字符，上面的去掉，这边是这样的。如果我现在呢我要给它来一个春天的春 Unicode 变成 Unicode 编码 transform 6625
这个如果我在这样删掉，然后呢，这是低自己在前的原来是6625，现在变成2566了。我将这个删掉，可以将这边收到的这个Unicode 的编码呢，给你翻译成对应的汉字这个用起来呢还是比较方便的，功能比较齐全。Mandate 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将它去掉 ，mandate， 现在 transform 2566，我这样全部给它去掉。mandate split 就将这个 mandate 在这个地方当前的这串字符，现在转化为什么呀？对应的这个ASCII 1的 ASCII 对应31， 2的对应32， 3对应33， 4对应34，这样就可以有这个功能。这是这个。然后这个 report 呢，就是测试的时候呢有一个报告刚才呢也讲过了。然后 help 呢是一个topics 这个帮助文档呢比较久远了，后来就一直没有更新。下面是一个版权页about 这个是我的那个软件著作权的这个号 OK。 这是 TestPort 的基本应用，其中呢使用了 Access 用来存放数据。 Access 是32位的，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安装32位的 Access， 就没办法使用这里面的通信协议所以呢这边还是需要安装的。如果不安装的话呢，或者说安装的是64位的话，必须要使用一个驱动。这个驱动程序还有 TestPort 本身，我会放在这个视频下面的链接中，欢迎下载使用。Over。